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 SolidWorks 里面对链轮进行一个绘制。首先我们打开链轮的我们做的一个设计手册，看一下这个表格，就是链轮它分为 A、B 两个系列，然后每个系列都有单双链条。然后我们平常用的话就是这个25跟35这两种，因为25跟35是跟我们 FRC 的一些链轮那个链条它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一般用的话也就用这两种。其他的话无非就是它的一些截距和滚子直径不同而已，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看这边我们需要输的一个参数，跟带轮那边是一样的，也是中心距，然后大链轮尺数和小链轮尺数，然后还有截距。截距的话也就是这里的这个截距，比如说我们现在选35的，这几个数据输出来是输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理论的一个链条结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通过调控中心距，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中心距是260的，然后发现这个链条结束 81.14， 就是我们尽量通过调，然后我们现在把259.5， 然后这个是 87.04， 就是接近于81，就是说这个理论链条结束我们要把它凑成就是一个接近于整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中心距，然后还有我们对应传动比的一个大小链轮的一个尺数。然后接下来我们对单独的一个进行绘制，就比如说我们就绘制这个小链轮的尺数是16，然后它的截距是 9.525 的话 ,9.525 对应的就是35号，然后它的滚子直径是 5.08， 也就是这里的滚子直径 5.08， 然后尺数16尺，截距 9.525， 然后这里就生成了它的一些参数是尺面圆弧半径、尺钩圆弧半径、尺钩角、分度圆、尺根圆、尺顶圆和尺顶的高度。参数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过多解释，就是我们画图的时候会一一用到，你就知道这些参数代表什么含义。那我们现在打开 SolidWorks， 还是新建一个零件，然后还是第一步选择毫米作为单位，然后选择前视距离面做草图。那首先呢还是就是先画两个圆，画我们的分度圆跟尺顶圆。分度圆和尺顶圆是要作为构造线。然后对尺寸进行指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度圆的直径是 48.824， 48.824，尺顶圆的直径是 53.983。做出两个特征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中轴线，交于分度圆，然后是竖直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尺钩圆，是钩圆弧的半径是 2.669， 就是这是半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指定尺寸应该是 2.669 乘2，然后做一条构造线，这个构造线是为了描述尺面圆弧的一个半径的一个角度，我们先只能尺寸标注一下。这个尺钩角，对，就是这个尺钩角，尺钩角是 124.375， 那我们这里是一半的话，就是 124.375 除以2即可。然后我们来画一个尺面圆，因为尺面圆它是跟尺钩圆是一个相切的，所以我们先在这条构造线上画一个跟尺钩圆相切的一个圆。这个时候因为是相切，所以我们指定它的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它们的半径相加即可。半径相加是尺钩圆是 2.669， 然后尺面圆是 14.346， 14.346 加上 2.669， 这样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到了链轮的一个尺形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多余的线剪裁掉，这里选剪裁实体。然后注意这里可以把这两个勾上，就是一个是
将已剪裁的实体保留为构造，就是说把实线变成构造线。另一个是就是忽略对构造几何体的参与，就是把这些构造线保留下来。这个时候选择强劲剪裁，那我们这些都不要，这个也不要，这个不要，然后这个也不要，这里不要，这里不要，这里不要，然后我们就留下了这两段，就是我们的一个齿形的一部分吧，可以这样说。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做一条构造线，因为我们需要把它齿形的这个范围把它框出来。那么这个角度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16齿的一个链轮，所以这个角度应该就是360除以齿数16，然后因为是一半嘛，再除以2。然后剩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圆弧的话，就用3D 圆弧来补齐。画出3点圆弧之后，使其相等。这里可能应该是选错了，看一下。因为这个它把它指定成半圆了，就是指定跟这相齐，我们要把这个命令把它删除掉。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就随机画的，就是画了一个半圆或者画了一个圆弧，它有可能就是无意间就是添加了某些约束，我们一定要查看，就是说我们随意画的一定要是蓝色，才说明它是画好的一个就是随意的一个圆弧。这个时候我们再指定让它们相等，这个时候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半的齿形已经画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镜像实体就可以把这一半的齿形把它勾上，然后镜像轴选择中线，然后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一个完整的齿形画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草图阵列，圆周草图阵列，参数就是我们圆心，然后勾选实体就把我们的一个齿形勾下来，这里就不要漏，应该是5段，然后总共是16齿，好，确定。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齿形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拉伸了。拉伸这里还是跟我们的蛋轮一样的，这里因为它自动默认的是薄壁特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把它的轮廓重新选一下，然后把这个薄壁特征勾掉就可以了。然后这里还是要选两侧对称，因为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对称的操作，厚度就选10毫米就可以。然后这样一个链轮，其实它现在一个齿形已经出来了，但实际我们做链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因为它链轮那个链条嘛，就为了要它就是更好的就是塞进去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齿形的侧面就是打几个倒角。那怎么打这个倒角呢？我们可以选择它的上视面，就是它平行的，就是斜截这个垂直于它的相当于侧面，就是这个链轮的侧面。然后在这个面上做草图，我们先做2条构造线，分别是一个水平无限长度的一个，还有一个数值长度，也就是2条就是 x y 的2条数值线，数值无限长度。做完这2条线之后，我们来画一个三角形。然后让三角形这条边跟这条线共线，然后指定距离，指定这个点到中心的距离是我们齿顶是齿根圆的半径，齿根圆的直径是43.744，所以这里就是43.744除以2。到这个点的距离是齿顶圆的距离除以2，齿顶圆是53.983， 53.983除以2。然后这样我们这个切圆角的这个三角形已经画好了，这里我们再指定一下这个距离，
这个就是看你们实际的需求去做这个距离。我这边的话，这个例子的话就取1吧。然后因为上下都要切，所以正向实体。选择对称轴，然后确定。然后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特征叫旋转切除，就是把这个三角形绕着这个旋转轴转一圈，把这个图形切掉。然后点确定，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链轮就已经画好了。在学习了在 SolidWorks 中对齿轮、带轮以及链轮进行绘制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 SolidWorks 里面对这些传动进行一个配合。就是如图所示，我做了3个就是齿轮、链轮以及同步带轮的一个配合。首先看一下带轮的配合，就是添加一个皮带，然后在转动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2个轮子一起就是同向转动。齿轮的话，它就是反向转动。然后链轮是跟带轮一样的，也是添加一个皮带，然后它可以做到同向转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在 SolidWorks 中就是实现这些配合。首先我们新建一个装配体，就选择安装板。就这个安装板，我是之前已经就是按照我们表格中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参数表，就是计算方法这个 Excel 里面都有一个中心距，我们就可以就是这个中心距就是我上面这些2个孔之间的位置，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到时候你们直接就按那个表，就是按你们自己设计的生成的中心距画这2个孔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了。这里我就直接给你们讲一下如何去配合。然后首先我们先配带轮吧，先插入一个带轮，插入完成之后可以直接复制，复制完之后把其中的一个，就是一个是60齿，一个36齿，然后首先是将这2个带轮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安装孔做一个配合，就是一个重合再加一个同心就可以了。稍等一下，这里应该是用它的上表面去配这个带轮的下表面，然后这里要用一个反转，好，确定。这时候2个带轮就被我们配合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安装孔上，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如何去添加一个皮带。皮带的话，它是在插入里面，然后这里有一个装配体特征，里面有一个皮带链，点击，然后它问皮带构件，皮带构件就是要选择就是2个对于带轮来说就是2个带轮的结缘，然后这个结缘这里还没有显示，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带轮里面结缘就是它的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图像，就是把它这个草图显示出来，就是现在这条线就是结缘。同样的，对于这个带轮也一样的操作。然后这时候插入装配体特征皮带链，然后皮带构件就选这2个圆就好，这2个结缘。选择完成之后，有一个皮带基准面。皮带基准面的话，它就是说，就是我们这条现在生成的这条黄色的线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一般就在这个生成，就是在这个带轮的中间。这个带轮的中间的话，就是它的前视基准面，在这选前视基准面就好。然后这里要勾选生成皮带零件，然后点击确定。这里保存一下，如果保存的话就标准传动。
毫升。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在最下面看到一个皮带链，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皮带。然后点开这个下三角，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一个零件，皮带的一个零件，我们打开它。打开这零件，这里这个草图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皮带。然后这里选择拉伸凸台，然后首先选择薄壁特征，然后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应该选两侧对称，因为我们选的这个草图的面当时就是在这个带轮的中间，所以两侧对称。然后这里厚度就选我们带轮厚度减1毫米，这里选应该是9毫米。然后薄壁特征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皮带的厚度，而这个皮带的厚度的话，它是有讲究的，就是在我们的表格里面，我们打开我们的表格。在表格里面，这个同步带的齿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HS， 有一个 HT 这两个参数，还有一个 A， 就是这条线就是我们的皮带中间的这条虚线是它的捷径代表的这条线，所以它这个皮带就是上下两个方向它的长度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面的长度应该是 HT 加 A。是 2.08 加 0.86 是 2.94， 也就是它的下距离是 2.94， 那就是下距离是第二个 2.94， 它上距离的话就是用它的带高 3.8 减去 2.94， 3.8 减2.94，这样我们就做好了一个皮带，然后点击确定，然后这个时候返回我们的装配体，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生成了这个皮带。然后在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些草图的这个我们的结缘这条线，还有皮带这条线，我们都要把它隐藏掉，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转动一下，可以看到它已经可以实现了一个皮带的传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齿轮去如何配合。然后呢，插入零部件，插入齿轮。同样的齿轮我们也是两个，一个是60齿，一个是36齿，我们这里只需要把这个齿轮复制即可。这个是36齿，就这些就是通过更改配置就可以就做到一个零件呈现不同的这个特征。然后接下来我们对齿轮进行一个配合。首先跟带轮一样，我们还是把它跟我们的安装孔去做一个配合，做一个同心和一个重合的配合。同心，重合的配合。然后在做完这个配合之后，我们首先关掉配合这个命令，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齿轮就是挪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是刚好是它们两个相切的位置，就是这两个齿大概相切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再进入配合，然后这里要选择机械配合，机械配合里面有一个齿轮配合，在齿轮配合这个配合选择里面，其实就是选择我们的这个旋转轴，我们这里就选择它的齿顶缘即可，两个齿顶缘。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比率，这个比率是它自己判断的，然后它是根据我们这个外径去判断，但是因为我们齿轮的话，它是以分度缘作为它的传动比，所以我们刚刚选的是齿顶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输入，就是因为我们是60齿比36齿，我们就直接输入60比36就好了，然后确定。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转动一下，可以看到这个配合已经成功了。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链轮如何配合。同样的，插入零部件，插入链轮。链轮这边的话也是要2个，我们先复制一个。然后这里是链轮，一个是25齿，另一个是16齿。同样的，第一步还是将它固定在这个安装板上。同样的，也是一个同心，再加一个重合。同心，重合，把链轮固定好之后，就是跟带轮一样，我们还是插入装配体特征、皮带链。然后同样的皮带构件的话，这里是对于皮带来说，我们要选择它的分度源。而分度源呢，是在皮带我们也有画，在这里我们把皮带的分度源把草图显示出来。链轮的分度源，这个是这一个显示，然后这一个是它显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分度源已经显示出来了，就它的分度源一般是比持定源要小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插入装配体特征、皮带链，然后选择这2个源即可。然后皮带的基准面同样选择我们链轮的一个就是中轴面，也就是它的一般是前视基准面。然后注意勾选生成皮带零件，然后点击确定。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皮带二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打开皮带二这个零件。打开皮带二零件之后，我们拉伸凸台，然后还是薄壁特征，然后这里是两侧对称，然后这里就根据我们实际的链条的厚度进行选择，然后这里我就选10毫米，然后薄壁特征就两侧对称，因为这个链条的话，我们应该是就单向或者两侧对称都是可以的。这里选单向嘛，然后大概厚度就给个4毫米，然后点击，然后就是往里单向，因为链条它是在分度源的，我们应该还是最好选两侧对称吧，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确定，然后再返回我们的装备体，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皮带已经生成了，然后我们旋转一下这个链轮，可以看到右边链轮跟着一起转动起来了。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3个草图隐藏掉，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链轮的一个装配。然后如上我们这里就完成了3个就是链轮、齿轮以及带轮的一个装配。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 REX 赛队的薛瑞，今天由我来介绍一下轴的选用方法。首先来看一下轴的定义，轴是支撑旋转部件并一起旋转以传递运动、扭矩或弯矩的机械部件。简单来说，轴的作用有2个，一是支撑旋转部件，二是传递运动。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赛队常用的一些轴。如图所示，从左到右依次为方轴、圆轴、空心六角轴以及实心六角轴。方轴是指 REX 官方提供的轴，分粗细2种，对边长分别为 3.18 毫米以及 6.35 毫米。大家可能对这个数据比较奇怪，这是因为 REX 官方采用英制单位，这2个长度分别对应的是1/8 inch 和1/4 inch。圆轴我们一般用的是6毫米和 6.35 毫米2种。但也有5毫米以及7毫米、8毫米、9毫米的圆轴可以选用。六角轴按照对边长度，我们一般有7毫米、8毫米、9.525毫米和12.7毫米等几种可以选用。同时，六角轴又有实心和空心的2种可以进行选择。然后介绍一下轴的适用场景。REX 的方轴
主要适用于对 Rex 官方零件的传动，比如轮子、齿轮、链轮等的旋转和固定。圆轴则适用于作为从动轴，由电机提供驱动进行转动。六角轴则适用于作为高强度传动以及长跨距的传动。有的时候 Rex 官方提供的轴长度有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用六角轴来代替。接下来介绍一下轴的加工方法。我们赛队主要用到的加工方式分为3类。第一类是钳工切割，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加工方式，就是用锯子对轴进行切割，主要是对轴的长度进行加工，且属于粗加工。第二类是车床加工，车床加工主要是对轴的外缘进行加工，或者车卡簧槽对轴进行固定。第三类则是钻床加工，顾名思义就是在轴上进行孔加工，主要是用于攻螺纹。最后讲一下轴的固定。我们目前主要有4种固定方式。第一种是阶梯轴，如图所示，通过车床将轴的外缘车为不同的大小的外径，从两头对轴的位置进行固定。第二种是用卡簧槽进行固定，如图所示。第三种是利用 Rex 官方的轴箍进行固定，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原理与卡簧槽相似，但过于占用空间，因此在我们赛队与机器设计过程中是很少会用到轴箍进行固定的。第4种固定方式是螺丝垫片固定，通过在轴两端攻螺纹并拧螺丝的方式对轴进行固定，这也是我们六角轴常采用的一种固定方式。以上便是轴的选用部分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